玩打游戏时，有个女玩家玩得太菜，被队友喷得挂机了。不久之后，她重连上来，带着哭腔道歉：“对不起，我刚刚烧水给儿子洗澡，把它放在水盆里，结果我忘了关火了。现在它熟了，我该怎么办啊？”我被女玩家的话吓了一跳，仔细看了看这辅助的游戏昵称，居然叫公主玩游戏，一听就很矫情。这时打野喊了起来：“大姐，你不要吓人行不行？”射手也说：“不想玩就算了，大半夜吓人就没意思，投了吧。”说完，他发起了投降投票，可是玩法师的队友没有开麦，一下子就点了拒绝。游戏还在继续，公主哭着说：“呜呜呜，是真的，我儿子他都煮熟了，怎么办好啊？”我忍不住质问他：“我从没听过有人把孩子煮着洗澡的，请问你是咋想的？”公主哭着解释道：“我本来煮好水了，开了一局游戏，水就凉了，你们又骂我，我着急，我就连盆带碗一起放在了炉子上。可是……”说到这里，他突然顿住了，停顿了2-3秒之后，他才恶狠狠地吼道：“都怪你们骂我，都是你们的错，全都怪你们，我不会放过你们的。”很明显，大家都懵了，谁料得到他会怪罪在我们身上啊？打野好声好气地安慰他说：“大姐，你先别这样，你把孩子抱出来，然后打120啊，也许还能救。”公主却哭着：“没用了，我一抱他，他的皮就融下来了，没救了，他没救了，都是你们害的，都是你们。”射手在游戏对局里打字告诉法师：“快点投降，辅助家里出事了。”法师立刻打字回应：“垃圾辅助，逼是那么多，那就投。”说完，他点出了投降，我们也一一同意。虽然公主还是哭着责怪我们，但游戏总算顺利结束了，我也舒了一口气。这时，我 QQ 弹出一个好友申请，备注是上一把游戏的打野。虽然觉得奇怪，但我还是点了通过。对方上来就跟我说：“完蛋，那女人不会真把孩子煮熟了吧？不会真来找我们报仇吧？”我忍不住反问他：“你怎么知道我 QQ 号的？”他一句一句地回答我说：“营地里一查就能看到了，因为刚刚那把游戏是附近对战的匹配模式，这说明那个辅助他也是附近的人啊。他说不放过我们，说不定真能找到我们的呀。”最后这句话吓得我手都抖了一下。冷静下来后，我连忙安慰他：“别说的那么恐怖，哪有那么容易找到人的呀？”我说这句话是为了安慰他，同时也是安慰我自己。打野回答我说：“我也加了刚刚一起喷他的射手，他跟我一样是住在天通苑的。你呢？”卧槽，我也是啊！打出这句话，我马上又纠正道：“不对，这里住了60-70万人，咱匹配在一起很正常吗？”他又问道：“最诡异的是，我们都在4区，你呢？”我也是啊！说到这里的时候，我的后背已经渐渐凉起来了。打野继续连发了几条信息给我，果然如此。你等我一会儿，我加上法师了，我问问他什么情况。如果我们仨住那么近只是巧合，那他不至于也住在这里吧？好，你去问问，我等你消息。然而因为事情诡异，我忍不住上社区论坛查了一下。这一查还真让我查到一个新闻，天通苑这里还真出过事，跟今晚那个辅助公主发生的一模一样，也是一个人在家照顾孩子，也是给孩子洗澡贪方便，把不到1岁的小孩放炉子上热水，也是打游戏忘记时间了，把孩子给煮熟，这居然是真事。但我一看报道的时间更不淡定了，这是7天前发生的事啊。而这时候打野又找我了，法师也住在天通苑，事情非常不对劲。我拉个群说，我的额头瞬间渗出了冷汗。群里一共4个人，除了那个女人之外，4个都齐了。我反手就把刚刚看到的新闻链接扔了进去，你们先看这个，是不是跟今晚发生的是一模一样？他们看到后瞬间也炸了。打野率先说道：“你们看到最后了没有？这个女人后来被她老公砍死了。”我立刻打字回应：“是啊。”他死后到今天刚刚好是7天，7日回魂啊！这是法师说：“我什么都没做，怎么突然就惹到鬼了呀？”射手说：“不行，咱们就报警吧，别等真发生什么才行动，那就太晚了呀。”打野却又说：“如果真是鬼魂，报警有什么用？还是快想想其他办法吧。”我也觉得要做点什么，但我也不知道该做什么。而就在这时，射手却私信我说：“打野有没有问你住所？你告诉他了吗？”我回答道：“问了，但他没问我住哪栋楼。”射手回了我一句：“因为他问了我，但是我没说，所以他不敢问你了。”我连忙问：“你这是什么意思？”他立刻回复：“打野有问题。”